苏炳添在50米追领先，山县亮太，奥古诺德在后面追，苏炳添保持住，最后冲刺压线，苏炳添亚洲冠军，创造新的亚运会纪录9秒92，绝对实力没有悬念。在田径的比赛场上，运动员们之间的竞争堪比是一场战士们之间的战争。在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上，卡塔尔的规划非洲裔运动员奥古诺德凭借着他当时绝对的实力，击败了众亚洲各国选手，以9秒93的成绩一举拿下了那场比赛的100米飞人大战的最终胜利。而我国的100米名将苏炳添也只能隐忍失败，取得了他的一枚个人亚运会的银牌。然而，战神都是经历过历练而诞生的。在那之后的苏炳添并没有被那一场失败所打败。别的国家能规划黑人选手，我们中国人就要创造黄种人的奇迹。经过更刻苦的训练以及科学的技术改进，苏炳添犹如天神下凡，越战越勇。2015年5月31日，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美国尤金站比赛男子100米决赛中，他以9秒99的成绩获得男子100米的第3名。这个成绩不单打破了10秒00的全国纪录，并且也在正常风速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第一位跑进10秒大关的亚洲本土选手。2015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苏炳添再一次上演亚洲奇迹，成为了首位杀入了世界田径锦标赛100米飞人决赛的亚洲选手。Su 999 in the semifinal。2017年5月13日，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男子100米比赛中，苏炳添以10秒09的成绩夺冠，成为了第一个在钻石联赛100米大战中夺冠的中国运动员。2018年6月23日，国际田联世界挑战赛马德里站男子100米决赛中，苏炳添在顺风每秒0.2米的风速下，以9秒91的成绩获得男子100米的冠军。而就在仅9天之后，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100米比赛中，苏炳添再次跑出了9秒91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了本站的第3名。比赛开始，出发不错，苏炳添体重不错，前50米领先，贝克在身边，后屏加速，苏炳添保持状态，最后30米，贝克，苏炳添9秒88，第一名是9秒88，苏炳添是落后了差不多1个身位。对，9秒91等于亚洲纪录。苏炳添再次跑出了9秒91，第7次进10秒，厉害！9天之内2次跑平亚洲纪录，此刻的苏炳添带着满满的决心，再次向亚运会的男子100米飞人金牌发起了终极冲击。时间转眼便来到了2018年的8月，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亚运会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即将开启。而本届亚运会，苏炳添依然要面对来自各国的劲敌对手。前有卡塔尔的规划非洲裔上届100米冠军奥古诺德的亲弟弟小奥古诺德。是的，您没听错，就是费米奥古诺德的亲弟弟托辛奥古诺德。后面咱们就简称他们为大小奥古诺德吧。1991年出生的大奥古诺德状态不好，就直接派来了1994年出生的状态更好的小奥古诺德来参加比赛。看来这卡塔尔的王子对男子100米那是相当的重视啊。与此同时，可能亚洲近些年流行规划运动员，咱们邻国小日子国也给本届亚运会男子100米飞人来了个双保险组合拳，派出了2名强将，一位是号称日本最快的男人，来自广岛的1992年出生的小伙山县亮太，另一位则有着牙买加短跑强大基因的剑桥飞鸟。你要问为什么他有牙买加基因，那是因为他1993年出生于牙买加，而且父亲就是纯粹的牙买加人，只不过母亲是日本人。而且他21岁时就在牙买加金斯顿的田径俱乐部受训，没错，那可是聚集了加勒比国家的顶级选手的俱乐部训练基地，包括尤塞恩·博尔特和约翰·布雷克。这1/2的牙买加血液外加精英俱乐部的训练基础，让当时的日本国民认为他的夺冠希望更大一些。这2名日本选手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子4乘100米接力中，帮日本队拿下了一枚宝贵的银牌。山县亮太当时为第1棒，剑桥飞鸟就是最后1棒，因此苏炳添对他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以上是本届亚运会苏炳添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此外，巴林也乐于规划运动员，直接规划了一名牙买加运动员费舍尔参加本届亚运会，也是苏炳添潜在的竞争对手。预赛的第1组，日本选手山县亮太便与小奥古诺德分在了一起，这可以先让苏炳添检测一下他们2人的实力。山县亮太瞄了一下他身边的小奥古诺德，这是第1枪的预赛。
比赛开始，奥古诺德启动加速不错，山下亮太在前面50米被压制，看看后50米的加速，奥古诺德处于领先，山下亮太是小组第2。比赛结果，小奥古诺德以10秒16的成绩排名小组第1，山下亮太紧随其后排名小组第2，两人共同晋级半决赛。而被分在第2组的日本选手剑桥飞鸟的表现应该大失日本人民所望，仅以小组第2不敌我国1997年出生的台湾小将杨俊瀚而勉强晋级。杨俊瀚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一定会给剑桥飞鸟带来比较大的压力啊！希望他能够在预赛当中就把自己的状态拿出来。看剑桥飞鸟的启动不好，但是今天呢，因为这组的压力不是很大，杨俊瀚一直还是压制着剑桥飞鸟，非常好的表现，非常出色的表现，10秒13，杨俊瀚跑出了接近个人最好成绩。此时，小编想说，咱们国家短跑人才还是很多的，要是组合在一起参加接力赛，那肯定成绩不错。我们非常关注的小将许周正是在这个组的第5道。预赛第3小组是我国1995年出生的小将徐周正出战，而本届谢震业则因脚伤未能参赛。他本组最大的劲敌便是身旁刚取得了世青赛100米冠军的2000年出生的印尼小将佐利。所以这个呢，许周正一定要心中有数，不要在前面的30米或10几米被佐利呢带乱了节奏。当然，对佐利来讲，他主场作战啊，这么年轻啊，只有18岁，他也是很有压力的。大家都是青春对决，看看这组，比赛开始，许周正起跑不错，压制对手，30米要注意在身边的佐利的加速，佐利的后程还是非常凶的。佐利是本届亚运会印尼主场看田径的最大的一关注点。比赛结果，主场的印尼小将佐利果然以10秒27的成绩取得了本组的第1，晋级半决赛。徐周正紧随其后，排名小组第2，晋级半决赛。来到预赛的第4组，该我们的名将苏炳添出战了。首先，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苏炳添下山虎的王者风范吧。来看看第1枪。比赛开始，苏炳添启动加速，比较专注，30米领先其他选手1个身位，保持速度节奏，平缓控制，很轻松。最后冲线10秒26，跟我们预判的一样，10秒25到10秒30之间。预赛中，苏炳添轻松放水便跑出了10秒27的成绩，本小组第1，晋级半决赛。在本届亚运会，我个人认为苏炳添最潜在的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小奥古诺德，就是特辛奥古诺德，奥古诺德的弟弟，他是一个未知因素，他很年轻，他今年的上升势头很强。在半决赛，苏炳添遇到他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下面进入了半决赛阶段，半决赛分3组，而且与决赛仅间隔2小时，这对运动员也是很大的考验，因为既要在半决赛中合理的分配体能，把自己最好的状态留到决赛之中，而且还要随机应变，不能过于放松，导致大意出局。这在顶级的比赛中真的是不容忽视，就连100米5虎的贾斯汀·加特林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子200米的半决赛都因放水过大而导致意外出局。看看弯道进直道，前面启动衔接非常好啊！哎，过了100米就开始放了，哎，什么情况？又放了啊！加特林什么情况？这是哎呦，什么情况？这是体能的问题、战术的问题，还是大意的问题？完全不能够解释。贾森加特林20秒13，哦！天哪！问题是这个成绩肯定递不进去了。对啊，要知道加特林在2015年北京世锦赛男子200米这个项目可是紧随博尔特之后取得了银牌的选手，因此进入半决赛来说，苏炳添就绝不能有丝毫的失误。半决赛首先出场的是我国选手徐周正。这个小组对许周正来讲呢，他是很有挑战的，很有意思。他的预赛的对手呢，就是印尼的小将佐利，刚刚拿到世青赛冠军的这个小将，两个人就是并列着。半决赛呢，两个人又分在了同一小组。比赛开始，启动加速，许周正他的身体直立很快，在30米，许周正开始加速，佐利、穆罕默德、菲舍尔、许周正跟住这个节奏，最后冲线。比赛结果，我国选手徐周正以10秒36排名第3，晋级待定。第2组，苏炳添提前便与本届夺冠热门的日本选手剑桥飞鸟以及卡塔尔的小奥古诺德短兵相接，而苏炳添在赛前对本场比赛的计划便是以10秒10左右的成绩拿下决赛权。比赛开始，不错，启动加速，反应不错，30米处于领先。
领先1个身位，苏炳添控制住这个节奏，奥古诺德拼得非常凶，持续给苏炳添压力，两个人都放了2步。大家看到这个小奥古诺德确实是一个潜在未知因素啊。半决赛结果，苏炳添以10秒16的成绩拿下了半决赛小组第1，晋级决赛。但小奥古诺德后程给予的压力也绝不容易忽视。第3组的半决赛，日本选手山县亮太由于看到了自己的同胞剑桥飞鸟被我国台湾小将杨俊翰在之前的比赛给彻底拉爆了，因此丝毫不敢放松。我们希望杨俊翰在今天的这个半决赛给山县亮太足够的压力。比赛开始，启动加速。杨俊翰起速呢，前3步比较脆，要跟住这个节奏。山县亮太前面的脚上比较虚，但后程的加速还是不错的。看好最后冲刺。山县亮太小组第1，杨俊翰应该是小组第2。比赛结果，山县亮太跑出了10秒10的成绩，才取得了半决赛的小组第1晋级。我国台湾选手杨俊翰位于半决赛小组第2，晋级决赛。苏炳添再一次站在了4年之后的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男子100米决赛的赛场上，而这一次，苏炳添将要迎战的依然是卡塔尔规划的非洲裔黑人运动员托辛·奥古诺德，他便是上一届亚运会100米冠军费米·奥古诺德的亲弟弟。与此同时，比赛之前被日本国民看好的牙买加与日本混血的运动员剑桥飞鸟便在半决赛中淘汰出局，而打入决赛的则是另一名日本选手山县亮太。这场精彩的决赛就是要看这3人的终极决战。希望大家关注我们100米飞人大战。首先，让我们介绍一下闯入决赛的8名选手。第一道是来自伊朗的运动员哈桑·塔布迪安，第2道是韩国男子10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金国荣，第3道是沙特短跑名将阿布卡尔·穆罕默德，第4道便是日本选手山县亮太，第5道是我国台湾小将杨俊翰，也是不容忽视的一匹黑马。第6道便是我国100米飞人苏炳添，顿时王者登场的气势扑面而来。第7道身穿李宁田径服的便是主场印尼的新人100米状元佐利。第8道本场与苏炳添最具竞争力的小奥古诺德，上一届亚运会苏炳添就是败给了他的亲哥哥大奥古诺德。下面就让我们共同欣赏苏炳添勇夺亚洲100米第1人的精彩瞬间。比赛开始，苏炳添起步反应非常脆，处于领先，完全压制状态。苏炳添在50米处于领先，山县亮太、奥古诺德在后面追，苏炳添保持住，最后冲刺压线，苏炳添亚洲冠军，创造新的亚运会纪录9秒92，绝对实力没有悬念。苏炳添用自己强硬的态度、强劲的实力，在这样的比赛当中9秒92获得亚洲冠军，没有悬念。虽然压力很大，对手的竞争也很激烈，但这是苏炳添登上亚洲冠军，成就自己在今天最好表现的动力。苏炳添以破10秒的成绩9秒92，与亚洲纪录基本上是非常接近的成绩，获得了亚洲冠军、亚运会冠军。今天这场决赛，山县亮太、奥古诺德都发挥出了自己的超水平，给了苏炳添很大的压力。这场赢下来不容易，但是赢得非常通透，非常痛快。他把自己的最好的自己现在释放在跑道上，不给对手机会。最终，苏炳添以9秒92的绝对实力夺得了本届亚运会的100米飞人冠军。卡塔尔规划的黑人选手托辛·奥古诺德获得银牌，日本选手山县亮太获得了铜牌。苏炳添的这个成绩也印证了，在男子100米这个项目上，我们黄种人也可以跑出好成绩。这也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比自豪的荣誉感与民族力量。让我们为苏炳添以及那些奔跑在田径赛场上的中国运动健儿点个赞吧！加油，苏炳添！加油，中国田径！关注我，观看更多经典体育比赛。